准备好你的耳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走进一个令六国胆寒的传奇统帅白起。他是战国最锋利的刀，从伊阙之战到长平之战，30余年征战无一败绩。他不靠门第，不依权贵，只凭实打实的战功，从一名普通士兵逐步登顶武安军的荣耀。长平一役，他以奇谋，最终歼敌45万，彻底摧毁赵国的战争潜力。其后的函谷、华阳、楚地，处处可见他的战功印记。但这位为秦国奠定霸业根基的将军，却因一次拒战、一句直言，最终被赐死。白起，这位人屠之称下的冷面杀神，用无数胜利铺就了秦国东出的道路，却终究逃不过鸟尽弓藏的宿命。今天，我们将还原这位从不言败却死得悲凉的战国战神。公元前307年，战国七雄正陷入一场永无止境的混战。秦国，这个曾经被六国嘲笑为蛮夷的偏远之国，在秦昭襄王嬴稷的统治下，正悄然积蓄着一股无人能挡的磅礴力量。但彼时，秦国虽强，却尚未遇到一个能将这股力量彻底释放的利刃。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人的口才，他就像一柄沉寂已久的朴刀，安静地躺在秦国这座巨大战争机器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被唤醒，被赋予使命。他就是白起。历史对他早期的记载寥寥无几，我们只知道他最初只是一名普通的左庶长，一个在军功制度下靠着战功一步步往上爬的基层军官。在秦国，军功是唯一的通行证，是唯一的敲门砖。这意味着白起必须从最残酷的战场厮杀中，用敌人的鲜血和尸体为自己铺就晋升之路。他并非一开始就是杀神，他是在一次次浴血奋战中被炼化出来的。他的眼神一定是从那时起就变得越来越锐利，越来越冰冷，因为他知道在秦国不够狠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出头。他要活下去，他要为秦国而战，他要用胜利证明自己的价值。公元前294年，一个震动天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册上，白起。那一年，他被秦昭襄王提拔为左更，奉命率军攻打韩国的新城。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战斗，韩国虽然实力不如秦国，但其军队也绝非乌合之众。然而，白起一出手，就展现出了他惊人的军事天赋。他没有采取常规的围城战术，而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敌军腹地，切断了新城与外界的联系。秦军在他的指挥下，如同饿狼扑食，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新城很快陷落，韩国守军死伤惨重。这场胜利对于白起来说是牛刀小事，却足以让秦昭襄王眼前一亮。他看到了白起身上那种超乎寻常的果决与狠辣，那种对胜利的偏执与渴望。他知道这把刀有成为天下最锋利之刃的潜质。紧接着，公元前293年，历史的天平再一次向白起倾斜，也向秦国倾斜。那一年，韩国与魏国为了抵御秦国的攻势，在伊阙集结了24万联军，由韩国大将鲍渊统帅。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兵力几乎是秦军的2倍。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秦国上下，包括秦昭襄王在内，都感到了一丝不安。然而，白起却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主帅。他站在舆图前，双眼如同鹰隼般扫视着伊阙山脉的地理。他知道这是一场决定秦国未来命运的硬仗，也是他证明自己的最佳舞台。他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他深知联军内部的矛盾，韩魏两国虽然联手，但各自心怀鬼胎，难以真正做到同心同德。魏军轻视韩军，韩军也瞧不起魏军，这种貌合神离是白起可以利用的致命弱点。他将秦军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正面佯攻韩军，制造出秦军主力攻击韩军的假象。
而他自己则亲自率领精锐骑兵绕过联军的侧翼，如同幽灵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魏军背后。战役打响，正面战场上，秦军佯攻韩军。虽然战况激烈，但韩军凭借地利和人数优势，暂时抵挡住了攻势。鲍渊在前方指挥，却浑然不知死神已从侧翼降临。白起率领的秦军主力突然从魏军背后杀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魏军措手不及，阵型瞬间大乱。魏军指挥官在震惊中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他们甚至来不及弄清楚敌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此时，白起展现了他那令人发指的战术嗅觉。他命令秦军不与魏军正面缠斗，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如同切割豆腐一般，将魏军主力与韩军彻底分割开来。一旦魏军的后方防线被撕开，白起立刻调转矛头，猛攻魏军的指挥中枢，斩杀了魏军主将。魏军顿时群龙无首，士气崩溃，兵败如山倒。他们开始溃散，开始逃命，互相踩踏，自相残杀。伊阙的山谷中回荡着秦军的呐喊和魏军的哀嚎，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死亡的恐惧。韩军眼看着魏军全线溃败，后方被断，也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他们的主将鲍渊根本无法理解秦军为何能突然从天而降，更无法理解为何魏军会如此迅速的崩溃。他想组织反击，但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已经如同嗜血的猛兽，彻底将魏军撕碎。眼看大势已去，韩军也无心恋战，开始自行逃命。然而，白起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命令秦军展开了地毯式的追击，不给联军任何重整旗鼓的机会。伊阙的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终，韩魏联军24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斩首24万。这不仅是一场胜利，这是一场屠杀，一场震惊天下的屠杀。这是白起第一次以如此恐怖的战绩震慑列国。这场战役震慑列国，极大增强了秦军威信。伊阙之战后，白起被破格提拔为国尉，不久又晋升为大良造，这是秦国最高的军事爵位，仅次于丞相。他一战成名，成为秦国最炙手可热的将领。秦昭襄王对白起更是赞不绝口，他知道自己找到了那把无坚不摧的利刃。然而，白起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他深知战争是秦国生存的唯一方式，也是他唯一的归宿。他没有时间去享受胜利的荣耀，因为新的战役已经在地平线上隐现。伊阙之战的余威，让魏国和韩国元气大伤，不得不向秦国割地求和。但白起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南方的楚国。楚国是当时疆域最广阔的国家，兵力也极其雄厚。然而，楚怀王时期，楚国在政治上腐败，军事上骄傲自大，给了秦国可乘之机。公元前280年，白起奉命攻楚，在鄢郢之战中，他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军事创造力。楚国国都鄢郢城防坚固，易守难攻，秦军强攻只会损兵折将。白起站在城外，凝视着鄢郢城高耸的城墙，他的脑海中飞速地勾勒着各种战术。他注意到鄢城北面有一条名为西山的水源，这条水源距离鄢城很近。一个大胆而又残酷的计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成型。他命令秦军在西山水源的西面修建了一条长达30多里的堰塞坝，将水源彻底截断。秦军的将士们不明所以，但他们对白起已经充满了盲目的信任，即使是再荒谬的命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他们挥汗如雨，日以继夜地挖掘，修建起了一道巨大的堤坝，将西山水全部蓄积起来，水位越积越高，仿佛一座悬在鄢城头顶的巨大水库。当蓄水达到一定程度时，白起下令，如同猛兽出笼般凿开堰塞坝，堰塞坝轰然崩塌，积蓄已久的洪水如同脱缰的野马，带着毁灭性的力量咆哮着冲向鄢城。那一刻，天地变色，
巨浪滔天，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城内的楚国百姓和守军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们从未想过战争竟能以这种方式降临。洪水瞬间冲毁了燕城的城墙，将整个城市淹没在滚滚洪流之中。哀嚎声、哭喊声、房屋倒塌的声音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绝望的末日悲歌。燕城被夷为平地，大量楚国军民死于洪水之中，伤亡惨重。楚国上下为之震动，他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如此残酷的攻城战术。白起用一场人造的洪水，彻底摧毁了楚国人的骄傲和信心。燕郢之战的胜利，彻底打开了秦国南下的大门。接下来，白起攻取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并将其焚毁。这是对楚国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楚人失去了他们的祖庙和宗祠，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屈辱和创伤。白起将郢都更名为南郡，并在此设立了秦国的郡县。随后，他又顺势攻下了楚国的乌郡、黔中郡。楚国被迫迁都陈县，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白起以一人之力，将一个曾经强大的楚国彻底打入了地狱。他以近乎毁灭性的方式改变了南方地缘政治格局。至此，白起的大名已经不仅仅是秦国的骄傲，更是六国的梦魇。他被称为武安君，寓意着以武安邦，但更多的人则带着恐惧，称他为杀神。他的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血流成河，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沦陷。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战争机器，被秦国的强悍体制驱动着，在六国的版图上一步步地刻下秦国的印记。公元前273年，白起又一次证明了他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这一次，他面对的是魏国和赵国的联军在华阳展开激战。魏国虽然在伊阙之战中元气大伤，但为了阻止秦国进一步蚕食其领土，与赵国联合，再次对秦国发起挑战。白起依然不按常理出牌，他以惊人的速度率领秦军进行了一次长途奔袭，打了联军一个措手不及。当魏赵联军还在等待秦军主力到来时，白起已经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华阳之战，秦军以少胜多，斩首联军13万，俘虏三晋之兵20余万，魏将王莽败走。此战之后，魏国彻底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只能沦为秦国的附庸。白起用铁血手腕将一个又一个的强敌踩在脚下，让秦国在兼并天下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白起的军事生涯中，他不仅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更是秦国征战国策的完美诠释者。他手下的秦国士兵是一群被彻底洗脑的战争机器，他们无所畏惧，只为军功而战。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斩下敌人的首级，因为那意味着爵位，意味着土地，意味着荣誉。白起深谙此道，他用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激发着秦军的战斗力。他不会对失败的将士有丝毫的怜悯，也不会对胜利的将士吝啬赏赐。他的眼神是冰冷的，但他的奖惩制度却是清晰且高效的。他将秦国军队打造成了一支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让天下诸侯闻风丧胆。然而，白起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屠夫，他深知战争的本质，也深知秦国统一天下的决心。他或许在内心深处也曾有过挣扎，但他最终选择了彻底的融入这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最纯粹的战争工具。他从不干预政治，不结党营私，他只专注于他的战场，专注于他的杀戮。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只为秦国开疆拓土而生的军人。时间来到了公元前262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一个决定天下格局的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旷世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赵国这个曾经在胡服骑射改革后焕发新生，一度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成为了白起下一个目标。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郡，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转而投降赵国。
这激怒了秦国，也让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赵王派大将廉颇率军迎战，秦国则派老将王和迎战，长平之战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持续了3年之久。廉颇深知秦军强大，他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秦军如何叫阵，他都按兵不动。他知道秦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只要耗下去，秦军迟早会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撤退。这种策略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秦军在王和的带领下，虽然多次进攻，但始终无法突破廉颇的防线。秦军的士气开始低落，粮草也日益紧缺。秦昭襄王和丞相范雎开始感到焦虑，他们不能接受这样漫长的僵持。秦国的国力虽然雄厚，但长期的消耗也足以拖垮一个国家。此时，丞相范雎想到了一个阴险的计策——反间计。他派人秘密潜入赵国，散布谣言，说秦国不怕廉颇，就怕赵括。他们说，廉颇老矣，屡战屡败，秦国真正畏惧的是赵括，他的军事才能远超廉颇。赵括是谁？他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自幼熟读兵书，谈起兵法，头头是道，甚至连他父亲都辩不过他。然而，他从未上过战场，没有丝毫实战经验。赵王中计了，他厌倦了廉颇的坚守，他渴望速胜。于是他不顾蔺相如等人的劝谏，撤换了廉颇，任命赵括为主将，率领40万赵军，准备与秦军决一死战。当赵括临危受命，率大军奔赴前线时，赵王对他说：“赵括，你此去务必击败秦军，我赵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赵括慷慨激昂地回应：“大王放心，我赵括必将一战而定乾坤。”他充满了自信，甚至带着一丝狂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秦国得知赵括取代廉颇的消息后，秦昭襄王和范雎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知道机会来了，但要彻底击败40万赵军，并非易事。他们需要一个真正能执行这场完美杀戮的人，而这个人，放眼整个秦国，只有一位，那就是白起。秦昭襄王秘密召见白起，告诉他赵国换将的消息，并要求他立即前往长平，接替王和。白起听闻，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知道，这将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他没有任何迟疑，立刻秘密出发，抵达长平前线，接替王和担任主帅。为了保密，秦国甚至颁布了命令：感谢武安君为将者，斩。这足以说明秦国对白起此次出征的重视程度。白起抵达长平后，立刻对战场形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看着赵括大张旗鼓地进行排兵布阵，看着他频频派兵出击，想要将秦军诱出阵地。白起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他知道，这个赵括虽然满腹经纶，但终究只是纸上谈兵。他没有廉颇那样的沉稳，更没有他那样的实战经验。白起决定，就顺着赵括的性子来，给他一个速战速决的机会。他下令秦军佯败，故意露出破绽，引诱赵括大举进攻。秦军将士们不明白主帅的用意，但他们对白起已经有了近乎盲目的崇拜。当白起下达佯败的命令时，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即使是面对赵括的追击，他们也严格执行着白起的命令，一步步的后撤，将赵括的军队引入秦军早已设好的埋伏圈。赵括果然中计，他认为秦军不堪一击，自以为抓住了秦军的弱点，遂倾巢而出，率领40万大军，如同洪水般向秦军阵地猛扑而来。他兴奋地对左右将领说：“秦军不过如此，廉颇畏敌如虎，真是贻笑大方。”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仿佛胜利已经唾手可得。然而他不知道，死神正在前方张开血盆大口。当赵括的军队深入秦军预设的伏击圈后，白起立刻下达了总攻的命令。他派遣2支骑兵，一支5000人，一支25000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赵军的两翼包抄，切断了赵军的退路，阻断了赵军的粮道。与此同时，
秦军主力也从正面发起猛攻，将赵括的军队彻底包围在了一个狭长的山谷之中。赵括的军队被困在一个绝望的境地，他们被秦军团团围住，粮道被切断，援军也无法到达。40万赵军被困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的士气迅速下降，恐慌开始蔓延。他们想突围，却发现秦军的包围圈如同铜墙铁壁，无法撼动。赵括此时才发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他多次组织突围，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秦军的箭矢如雨点般落下，赵军的尸体堆积如山。被围困的赵军开始陷入饥饿的绝望，他们吃光了所有的粮食，开始宰杀战马充饥。当战马也吃光后，他们开始吃人，人肉相食的惨剧在赵军中上演。士兵们面黄肌瘦，眼神空洞，他们不再是战士，而是一群等待死亡的幽灵。他们在绝望中向天空呼喊，向赵王祈祷，但没有任何回应。白起站在高岗上，冷冷地看着被围困的赵军，他没有丝毫的怜悯。他知道这是战争的残酷法则，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必然代价。他深知，如果放走这40万赵军，他们将来还会成为秦国的威胁，还会再次拿起武器反抗秦国。只有彻底消灭他们，才能解除后患。他的眼中只有胜利，只有秦国的霸业。围困持续了46天，赵军已经濒临崩溃。赵括眼看突围无望，士卒们也饿得无法再战，他决定进行最后的尝试。他将所有的精锐集中起来，亲自率领向秦军发起了一次绝望的冲锋，试图撕开一个口子。然而秦军的防线纹丝不动，赵括在乱箭之中被秦军射杀，主将已死，赵军彻底崩溃。当赵军得知主将阵亡后，他们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几十万赵军集体向秦军投降。他们以为投降就可以活下去，然而他们面对的是白起，是那个杀神。白起看着这些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的赵国俘虏，他的内心没有任何波动。他知道这40万人是秦国无法承受的负担，秦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管理他们。更重要的是，秦国无法信任他们。这些赵国士兵即使现在投降，将来也可能反叛。他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也让后世无数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决定：坑杀。白起也安抚了民意，将这40万赵军俘虏分散开来，然后命令秦军将他们赶到事先挖好的巨坑之中，然后活埋。哀嚎声、求饶声、绝望的咒骂声响彻长平的天空。这不仅仅是活埋，这是对人性最彻底的摧残。想象一下，几十万人被逼着跳进他们自己的坟墓，然后被泥土一点点的掩埋。他们伸出的手，他们的绝望的眼神，他们的嘶吼，最终都被黄土和死亡彻底吞噬。白起只留下了240名年龄尚小的赵国士兵，让他们回到赵国报信，以此来彻底摧毁赵国人的精神意志。长平之战，秦军斩首赵军45万，这个数字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以至于在战国史上再也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能够与之相比。白起用40万具尸体将长平变成了一片人间地狱，也让自己杀神的称号彻底坐实。消息传到赵国，整个赵国陷入了一片悲痛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哭泣，青壮年几乎被屠戮殆尽。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而秦国则成为了天下独一无二的霸主。白起也因此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功高盖主向来是帝王最忌讳的事情。范雎这位在秦昭襄王面前日益得宠的丞相，开始对白起产生了深深的忌惮。他知道白起对秦昭襄王的忠诚，但白起在军中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高度。他就像一柄锋芒毕露的利刃，虽然为秦国砍杀了无数敌人，但刀刃的寒光也随时可能照向主人的面庞。
范雎开始在秦昭襄王面前若有若无地提及白起的功高，提及他可能会对秦国的未来构成威胁。他说白起太过嗜杀，将来恐难驾驭。他知道秦昭襄王虽然信任白起，但也开始对他产生了一丝疑虑，尤其是在长平之战后，白起那种近乎冷酷无情的杀戮，也让秦昭襄王感到了深深的震撼。长平之战后，秦国乘胜追击，准备一举攻下赵国都城邯郸。然而此时的白起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领兵出征。他向秦昭襄王和范雎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长平之战，赵国元气大伤，但秦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们疲惫不堪，国力消耗严重。此时攻打邯郸，赵国上下必将同仇敌忾，各国也必然会联手援救。此战胜算不大，不如让将士们休养生息，等待时机。白起说的是实话，他的判断是基于他对战争的深刻理解和对局势的清醒认识。他知道长平一战虽然辉煌，但也让秦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士兵们需要喘息，秦国的国库也需要充盈。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依然是那个冷静理智的军事家。然而范雎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白起是在推诿，是在抗旨。他趁机向秦昭襄王进谗言，大王，白起不愿出兵，莫非是恃功而骄，不把大王放在眼里，亦或是他与赵国有私下约定。秦昭襄王本就对白起心存芥蒂，再加上范雎的挑唆，他心中的怒火逐渐燃起。他认为白起是在蔑视他的权威，是在挑战他的底线。他一再催促白起出兵，但白起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坚决不肯领兵。他知道如果此时出兵，秦军必败无疑，那将会毁掉他在长平建立的赫赫战功，也会毁掉秦军的士气。他不能为了个人的名誉而让秦国蒙受不必要的损失。秦昭襄王终于被激怒了，他不再顾念白起的功劳，也不再顾念他的忠诚。他认为白起已经成为了他统一大业的阻碍，他下令免去白起的一切官职，将他贬为士伍，赶出了咸阳。白起离开了那个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咸阳城，离开了那个他曾用无数胜利点亮的王宫。他站在咸阳城外，看着渐行渐远的城墙，他的内心或许充满了无奈，或许充满了悲凉。他为秦国征战一生，立下不世之功，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他没有抱怨，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选择的道路，这就是他身为利刃的宿命。然而秦昭襄王并没有就此罢休，秦军在没有白起指挥的情况下，连续攻打邯郸，却屡战屡败，伤亡惨重。秦军的将士们思念白起，渴望他能再次出山，挽救败局。秦昭襄王也开始后悔，他派人前去请白起回来继续指挥，但白起依然拒绝了。他深知一旦自己重新出山，一旦秦军再次失败，他将再无翻身的机会。他已经看透了秦昭襄王和范雎的心思，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但他无法理解政治的复杂和权力的残酷。他宁愿背负抗旨不遵的罪名，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秦军走向失败。白起的拒绝彻底激怒了秦昭襄王，他认为白起是在幸灾乐祸，是在报复。他不再顾及往日的情分，下令刺死白起。在杜游这个荒凉的地方，白起被赐予了一把剑。他站在那里，面对着前来宣读旨意的使者，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他拿起剑，缓缓地刺向自己的颈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或许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杀戮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他为秦国开疆扩土，但他手中也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在临死前，白起发出了一声长叹，他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接着他自己给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故当死。长平之战，赵族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竟坑之，是足以死。他承认了自己的罪孽，承认了自己的报应。他的死不是因为他的失败，
而是因为他的成功。他杀人太多，天道轮回，终究要付出代价。他的这句临终遗言是忏悔，也是对那个残酷时代的深刻反思。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只是执行了那个时代最残酷的法则。他死的时候，或许是解脱，或许是平静。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没有政治上的心机，也没有圆滑的处世之道，他只知道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为秦国开疆扩土。最终，他被他所服务和成就的时代反噬吞噬。白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充满了争议。他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70余场，未尝一败，攻城70余座，斩首近100万。他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秦国当之无愧的战神。然而，他的杀神之名也让他背负了1000年的骂名。长平之战的坑杀，成为了他身上永远无法洗刷的印记，也成为了他悲剧命运的最终注脚。他是一个军事天才，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英雄。他的死预示着秦国军事将领在政治面前的脆弱，也预示着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他为秦国付出了所有，最终却被秦国无情的抛弃。白起，他不是疯子，他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战争机器，他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秦国耕战国策的最高指令。他用杀戮来结束杀戮，用最极致的战争来为秦国铺平统一的道路。他的存在让秦国强大，也让六国站立。他的命运是战国乱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将个人命运彻底融入国家机器的典型。他用鲜血和尸骨铸就了秦国统一的基石，也铸就了他个人悲剧的史诗。他的故事是历史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他告诉我们，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个体生命的价值在国家机器的宏大叙事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他究竟是罪人，是英雄，还是一个被时代推向极致的悲剧人物？答案或许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